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网站。它的网站里的大部分功能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网站的一些功能和那个 Canva 它有点类似，我们可以在线点击一些视频。它这里面文字转语音的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它里面的那个转出来的效果也是和真人的那个相似度也是很高的。文字转语音里面的一个人声也是比较多的。接下来的话，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使用流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官网。我们在左边的话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模板，然后这儿的话也可以添加你自己的一个文件夹，来方便管理你的一个项目。这个品牌套件的话，它是需要一个付费的，所以说这儿的话我就不给大家说了。我们先回到主页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般的话，用它那个剪辑视频的话，最好就是用那个创建新的一个视频，或者就是下面的根据自己的一个风格选择它的一个模板。然后的话，它上面也是有这个视频的一些素材。这儿模板的话，在这儿点击一下，然后的话，它就可以看到有那个一些分类在这儿，不管是横屏的还是竖屏的，不管是按照那个社交媒体的它的一个分类，或者是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分类。这儿的话，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来说明了，大家的话可以自己下来看一下。就是刚刚那个模板这个地方，我直接来主页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剪辑。然后我们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创建的一个新视频，我们点击一下，所有的一些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们先退出去，待会儿进来，我先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第二个按钮，就是那个使用 AI 创建视频。这个的话，目前我觉得它的一个功能不是很强大，我给大家看一下。点击进来的话，这是你视频的一个标题，然后的话，这是可以投放你的一些那个图片。我现在随便选择几张图片，然后投放到这儿。投放到这儿了之后的话，我这儿点个名人，那点击开始使用。它这儿的话会根据你的一个素材来审批你的那个元素是否有不合规的。来审批之后的话，直接点击这儿的下一步。这儿的话有两种的一个画幅的方式，一个是横向的，一个纵向的。我们点击一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右边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一切准备就绪的之后，点击下一步，然后导出就可以了。音乐的话也是可以，它网站上有的，你可以选择。然后字体的话，也可以来更改你的一些元素，或者是在时间线中编辑。但是它这个 AI 剪辑的话，有点像那个类似于 PPT 的一些那种拼接式的那种加一些转场，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一个效果不是特别好。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测试一下。然后的话，我就是回来给大家讲一下的刚刚我说的这个，来创建一个新的视频。我们点击一下，我们先看第一个按钮，它这儿有一个导入媒体，我们点击这儿的话就可以导入我们的视频，或者是我们点击这儿向下的一个按钮，然后从这几个地方导入我们的一个视频。它导入视频的方式也可以从我们的那个电脑上，然后直接拖到这儿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它导入视频的话还是比较灵活的。它第二个功能就是一个录像和创建，上面两个功能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摄像头来录制我们的视频。这里有一个屏幕，可以作为一个录屏软件来使用。我们点击一下，然后的话，这儿是采集我们的一个声音的一个驱动按钮，选择我们的一个麦克风。这儿选择之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红色的一个按钮，然后它这儿写了录制的那个限制为30分钟，就是一次我们最多只能录制30分钟。等一切准备就绪了之后的话，点击这个红色的按钮，它这儿也说了，根据它的一个步骤。我们点击之后的话，它是可以来录制我们整个屏幕，或者是任选一个窗口，或者是选我们的一个浏览器的一个窗口，都是可以录制的。而且录制之后的话，它是自动下载到本地的。如果大家有用过那个 OBS 的话，就非常清楚它的那个一个录制的一个模式。这里的话，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演示了，我点击取消，关闭它。然后的话，这儿有一个音频，音频的话就是录制我们那个麦克风的一个声音，这个也没什么可以说的。这儿有一个重点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文字转语音的一个功能。这儿的话是我刚刚已经准备好了一篇文章，然后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点击我们的语音转文字，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右边，它有一个语言，就是我们最终输出的一个语言。它这儿语言的话也是非常的一个多。然后的话，我这儿就不做任何更改了。
它的一个声音的话也是有很多种，我们就来选一下，给大家测试一下。点击一下，从各种语音中进行选择，帮助创建值得分享的故事。然后我们再听一个。从各种语音中进行选择，帮助创建值得分享的故事。从各种语音中进行选择，帮助创建值得分享的故事。然后选择我们的一个声音之后，点击这个高级设置。我们点击一下的话，它这儿有几个选项。它这儿的第一个情感的选项的话，这个声音它是不能选择的。然后有一个音调的话，几个选项嘛，超低、低、中、高、超高。然后的话就是越往左，它的一个播放速度就越慢嘛，然后它的声音就变得就是越低沉。速度越快的话，然后它的一个播放的速度的话就会越尖锐。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然后的话，我就直接点击它1倍速，我直接把我刚刚准备的一个文字，然后粘贴到这儿，我直接点击预览，给大家预览一下。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似的。坐着躺着，打2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我们暂停一下。它这个声音的话，听起来就机械感的话就会少很多。然后的话，我们这儿已经预览好之后的，我们直接点击这儿的保存。保存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音频轨道上看到它的一个文字。我们来播放一下。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看一下还是可以的。我们这段文字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语音就生成完毕了。生成完毕的话，可以通过右上角的一个导出。我们导出的话，如果你没有视频，只是用于导出音频的话，我们直接选那个480P 就好了，因为你只需要一个声音嘛，没有画面，所以说我们导出一个480的话，它的一个音频就够用了，而且它导出的一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我就给大家导出一下，点击我们的一个480P，来到我们的一个导出的一个界面，然后就已经成功的导出来了。我给大家介绍下一个功能，我们继续编辑，点击这个，倒退回来。下一个的一个功能的话，我们看一下左边有一个内容库，内容库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音频的一些元素和视频的元素素材的话都在这儿，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搜索，或者是我们直接点击我们找的一个类，比如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视频的话，比如说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视频的一个素材，我们直接点击视觉，然后就跳转过来了。我们往下滑，找一个素材的话，我们先随便点击一个，点击之后的话，它是有那个边框的一些素材，然后我们点击这儿的查看全部。现在假如我们已经选好了这一段视频的话，我们直接把它一个视频拖到我们的一个编辑的一个轨道上面，就可以在我们的一个预览窗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视频。我们播放一下。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而且它的视频的一个元素也是没有水印的。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下一个菜单的功能。我们看一下这个模板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主页那个地方进去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现在已经我们需要的它的一个效果，然后直接点击一下。比如说我现在看中了一个公司的那个视频的模板，然后我点击一下，点击之后的话，在那个小的分类里面来找我们需要的一个模板。例如我现在看中了这样一个视频的一个模板，然后我点击一下，点击之后的话，我们可以新建项目，或者是直接添加到我们的一个时间线，让它的模板的一个工程文件全部就在这儿了。我们只需要更改我们要更改的一个内容就好了。这儿的话，我点撤销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 Ctrl+Z， 或者是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然后就回到我们原来的一个样子。下面一个功能的话就是一个文字，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画面，然后添加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效果。上面的话就是一个纯文本，然后它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动画。下面的话标题就有一个文字动画的一个效果，然后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就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转换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我们视频和视频之间来做一个转场，让我们的一个画面有一个丰富的一个效果。它的使用方法也是很简单的，直接把我们的一个效果拖动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的它一个连接处就好了。然后这儿的一个品牌套件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它是一个付费的一个功能。现在给大家说一下那个视频轨道它的一个放大和缩小的一个方式。我们按住那个 Ctrl 键滚轮中键来缩小或者是放大我们的轨道。现在如果我需要把这一段视频需要剪切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剪刀，或者按下我们键盘上的 S 键，它就把我们的一个视频剪切开了。
我们不要的一个视频，直接点击那个删除，或者是键盘上的一个删除键就好了。这几个功能也是很简单的。然后的话，它的一个画幅大小的一个更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右上方，它有一个16:9，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它有一个竖屏的，就是纵向的，或者是一个1:1、4:5、2:3、21:9，它有这样的6种画幅的一个格式，根据你的实际的一个情况来选择你的一个画幅大小。我这儿就不走任何的一个更改。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页面的右边的一个菜单功能。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字幕。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一个视频加上字幕的话，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字幕文件，然后点击那个字幕，点击之后的话有一个转录媒体，我们点击一下。因为刚刚我们的一个语言是简体中文的嘛，我们直接点击这儿的一个点击转录。我们点击之后，等待它的一个字幕的一个生成，在我们的那个视频的一个画面上，已经把我们的字幕就添加上去了。我们来大概给大家拖动一下，然后的话，它这儿那个字幕文件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页面这儿点击下载它的一个字幕 SRT， 然后下载下来。然后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把这个隐藏视频中的字幕，然后不让它在视频中显示出来，或者是打开在视频当中显示。下一个的话就是文字转语音。文字转语音的话，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左边这儿有一个文字转语音，它其实是一个功能。我这儿的话就不给大家说了。我们点击一下视频，点击文字转语音之后，它下面有一个音频。音频的话就是来调节我们那个声音的一个音量的大小。然后下面的话有一个淡入淡出，就是把我们的声音有一个很好的过渡，是让声音和声音之间有一个很好的过渡。那这儿有一个速度的话，我这里就不建议大家来调节它的一个声音的速度。然后我们来点击一下，看一下它的一个视频的一些功能。然后视频的话，它这儿也是有一个淡入淡出的，然后可以让那个画面和画面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淡入淡出。然后下面的一个的话就是滤镜，滤镜的话有很多选项，都是一个免费使用的。然后我们直接选择我们的一段视频，点击一下，来调节那个滤镜对我们的一个视频的影响的一个强度。向左的话肯定是越弱，越往右的话，那个滤镜对我们那个视频的一个影响就是越强。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风格来调节我们的一个视频的画面。然后最下面的话就是来调节我们的一个画面的一个曝光度、对比，然后饱和度。然后它的这个调整那个颜色的话，这儿的功能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画面的一个亮度，它的一个对比度或者一个颜色的一个调节。然后最下面的话有一个速度，速度的话就是来让我们的一个视频达到一个快放或者是一个慢放的一个效果。我们的视频完成之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我们的一个右上方的导出，来导出我们的一个成品。我们点击之后的话，它这儿有一个那个注意间隔，然后就是和视频和视频之间如果存在那个有间隙的话，播放的时候它就会黑屏。删除所有间隙的视频，或者是返回我们手动自己删除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没什么调整的话，直接点击仍然继续就可以了。导出我们制作的一个视频的话，我们点击1080p，因为4K 的话它是需要你的一个 VIP 的一个功能才是可以导出的。我们直接点击1080，然后它自己导出就好了。今天的这个网站的一些功能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